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实在是常见又危险的疾病。据统计，我国每5个成人中就有1人罹患高血压，而且患者总数仍在逐年攀升。更令人担忧的是，高血压也日趋年轻化，未经控制的高血压会严重损害心脏、脑血管和肾脏，导致中风、冠心病、肾衰等可怕后果。形象地说，血管就像自来水管，长期高压冲击会让管壁硬化变脆，有朝一日可能爆管，在人体内就表现为中风或心肌梗塞。因此，控制血压对健康长寿至关重要。不少中老年人，甚至越来越多年轻人都要每天服用降血压药来控制血压。然而，您是否想过，一杯看似健康的牛奶或一片新鲜的柚子，尽可能让降压药瞬间失灵，甚至让身体出现危险状况？又或者，某些持续出现的身体不适，其实是在向您发出警报，暗示降压药可能正在对您造成伤害。先来看2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位患高血压20多年的刘大爷，长期按时吃降压药控制血压，效果一直不错。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吃完药后喝一杯牛奶补充营养。一天早上，刘大爷赶时间，就直接用牛奶把降压药送下肚。谁知没过多久，他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心跳加快，差点摔倒在家里。好在家人及时发现，立刻将他送医，经治疗才转危为安。临出院时，医生特别叮嘱，以后千万不要再用牛奶服药了。再看另一则新闻，湖北有一位老先生，血压一直不稳定。有次他为了更快降压，一口气服用了2片降压药，随后又吃了半个柚子。结果不到半个小时，他就觉得天旋地转，心跳剧烈，胸闷得几乎喘不过气。家人连忙送他去医院，没想到路上他就昏厥了过去。所幸急救及时，人才捡回一命。医生发现，罪魁祸首正是那看似无害的柚子。柚子，尤其是西柚，又称葡萄柚，含有一种特殊成分，会干扰肝脏分解药物的酶，使药效在短时间内成倍增强，等于无形中加大了药量。老先生吃了降压药，再吃柚子，相当于瞬间超量用药，导致血压骤降，出现严重的低血压休克症状。上述案例发人深省，原来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我们身边藏着不少意想不到的陷阱。某些日常食物会抵消药效，甚至加重病情，而我们的身体也会透过一些异常反应提醒我们用药不当可能正在伤害健康。所以长期吃降压药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我们既要避开饮食上的误区，也要随时留意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长期服药者需要警惕的3种危险状况，以及在降压期间最好少碰的4种食物。了解这些，才能真正把血压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而不会药白吃了，甚至因用药不当导致血压不降反升。长期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患者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适反应，大部分轻微的副作用是可以耐受或随时间减轻的，比如刚开始服药时感到有点头晕、疲倦，或者活动时容易脸红、心跳稍快等。这些相对轻微的反应通常不致命，可以通过调整用药时间或耐心适应来解决。然而，有3种严重的身体状况绝对不可忽视，因为它们是性命攸关的红色警报，提示降压药可能正对您造成严重的副作用或不良影响。一旦出现以下任意情况，应当立刻暂停降压药，并尽快就医检查，由医生评估原因并调整治疗方案。1、严重的胸闷、心悸。如果在服药期间出现明显的胸部不适，表现为胸闷、胸痛或心跳剧烈不规律、心悸，这是极为危险的信号。正常情况下，降压药应该帮助减轻心脏负担，而不应引发胸痛或心律失常。出现严重胸闷、心悸可能有几种原因。首先，血压下降过度，心脏供血不足。某些降压药，尤其是强效的扩张血管药物，可能在短时间内让血压下降太快太多。此时血压虽降了，但心脏本身的供血也跟着减少，
心肌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就可能引发类似心绞痛的胸痛感。此外，血压骤降会刺激交感神经，反射性的让心跳加快，导致患者感觉心悸、心慌。简而言之，药效过强，让血压掉得太低，反而让心脏很吃力，我们就会觉得胸闷无力，心跳狂飙。其次，药物引发心律失常或加重心脏负担。不同类型的降压药作用机制不同，其中一些可能影响心律或心脏节律，比如贝塔受体阻滞剂，俗称洛尔类药物，如美托洛尔、比索洛尔，通过减慢心跳来降低血压，但若剂量过大，心跳过慢也会造成胸闷、乏力，严重时甚至诱发心律不齐。再如某些扩张血管的降压药，如锦苯、达嗪、硝普钠等，常见副作用就是心悸，因为血管一下子放松，血压下降，身体会通过增加心率来补偿，心脏反而更忙碌，患者会感到心跳剧烈、心慌难耐。如果本身心脏就有冠心病等问题，这种心率加快更可能诱发严重的心绞痛或心肌梗塞。还有一种情况是降压药与其他药物或食物相互作用，导致心脏出问题。例如，临床上有些长期服利尿剂的病人出现电解质紊乱，低血钾就是常见一例。钾离子过低时，心脏电信号传导会受影响，可能导致心律不整，出现心悸甚至胸痛。再比如，同时服用了影响心脏传导的药物，如某些治疗心律不整的药，可能和降压药相互作用，引发心跳过慢或过快。食物方面，上面提到的葡萄柚就是一个例子，它能让某些降压药药效增强数倍，等于过量用药，严重时引起低血压和心律不稳，从而出现胸闷、心悸。面对严重的胸闷和心悸，千万不可硬撑。曾有高血压患者服药后，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还勉强忍着不管，结果诱发急性心肌梗塞。可见这类症状绝对不能大意。一旦是在服药后不久出现的剧烈不适，很可能就是药物导致的异常反应，此时应立即停药并平躺休息，同时尽快求助医生。医生会为您测量血压、检查心电图等，看看是否血压过低或心律异常。如果确认是降压药副作用，会考虑更换降压药的种类或调整剂量。切记，胸部的剧烈不适往往预示着危险，不论是低血压引起的心肌缺血，还是心律失常，都可能迅速恶化，威胁生命，绝对不能忽视。2、无法忍受的剧烈干咳，持续不断的干咳，也是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需要高度警惕的情况之一。如果您在开始某种降压药后不久出现了干咳症状，且排除了感冒、支气管炎等原因，那么极可能就是药物的副作用所致，特别是咳嗽严重到影响睡眠、说话甚至引发胸类疼痛时，就属于无法忍受的程度，应该考虑停药。最常见引发干咳的降压药是一类叫做普利类的药物，学名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比如卡托普利、伊那普利、贝那普利等名字带普利二字的降压药，都可能让部分病人出现持续干咳。原因是这类药物在抑制血管收缩激素的同时，会让一种叫缓激肽的物质在体内增多，缓激肽积聚在支气管里，就会刺激咽喉，引起人不停的干咳。这种咳嗽通常没有痰，也不是气管感染，就是喉咙发痒，控制不住地咳。刚开始咳嗽时，许多病人可能以为是感冒或季节性过敏，往往没联想到是降压药的问题。一些患者一直咳了好几周，吃感冒药、止咳糖浆也不见效，甚至咳到睡不着觉，这才怀疑是不是药物副作用。临床上就有不少这样的病例，患者连续干咳几个月，以为是慢性支气管炎，一直没想到是降压药所致，直到回医院复查才恍然大悟。干咳严重到难以忍受时，一定要停药并告诉医生。好消息是，降压药并非只有一种选择，引起干咳的普利类药物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换成另一类沙坦类降压药，另一类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如氯沙坦、替米沙坦等名字带沙坦的药。沙坦类药具有和普利类相似的降压作用，但不作用于缓激肽路径，因此几乎不会引起咳嗽。很多患者换药后咳嗽症状就消失了，血压也同样控制良好。
总之，只要出现难以忍受的干咳，就别硬扛着继续吃原来的药不换，及时就医调整方案，既能解决痛苦，又不会影响血压控制。3. 频繁出现头晕、眼前发黑，甚至昏厥。偶尔轻微的头晕可能是服用降压药初期的常见现象，但如果经常感到头晕目眩，尤其是从坐姿或蹲姿站起时出现眼前发黑、天旋地转，甚至一度失去意识摔倒、晕厥，那就必须高度重视。这类情况通常意味着血压过度下降，脑部一时供血不足所致，是典型的低血压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是降压药剂量过大或药效过强，特别是在刚开始用药或更换新药时，如果医生剂量没调整好，可能降压幅度超出身体适应范围。比如常用的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如派唑嗪、特拉唑嗪，有手剂效应，第一次服用就可能让血压骤降，人一站起来就眼前发黑。又或者患者同时服用了几种降压药，高血压较重时，医生会联合用药，结果作用叠加，导致血压降得过低。一些不当的生活细节也可能放大药效，导致头晕，如空腹服药、服药后长时间站立或洗热水澡，都可能加重低血压症状。另一种可能是身体状况变化导致耐药能力下降，例如脱水、腹泻，大量出汗后体内血容量减少，原本合适的降压药剂量变得过量，就容易头晕，或者近期体重减轻，饮食变清淡，使血压本身下降，原剂量药物此时就有点过头了。此外，高龄患者本来自主神经调节能力就弱，吃同样的药比年轻人更容易血压偏低。心脏功能不全的病人用降压药后，血压也更容易掉得很厉害。如果服药期间出现病毒感染、高烧等情况，血管扩张也会导致血压降低，这时降压药往往需要暂停。不管是哪种原因，如果发生反复的严重头晕或晕厥，都应视为危险信号。昏厥本身就可能导致摔伤、骨折等外伤，而更重要的是，它预示着大脑一度缺血。长时间或频繁的脑缺血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比如诱发中风。另外，持续的低血压对肾脏、心脏也都有危险，可能导致心脑肾供血不足而损伤器官。所以，一旦出现昏厥或严重头晕，立即停药并就医，应该在医生监护下逐步调整降压药方案，必要时减量或更换药物。切忌逞强，医院急诊中不乏此类案例。有患者害怕血压升高，死撑着不停药，结果连续晕倒多次，甚至摔伤骨折，非常危险。正确的做法是短暂停药观察，并让医生找出原因，或许之后只需降低剂量或改用较温和的药物，就能避免再次晕倒。以上3种状况是长期吃降压药的患者绝对不能忽视的红线，他们往往预示用药方案需要调整或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及时停药就医，才能避免更危险的后果。同时，我们也强调，平时不要随意停药，但是在这些危急情况下，停药是为了保命。事后一定要让医生找出问题所在，再安全的将降压治疗进行下去。把控制血压想象成一场拔河比赛，药物在一头努力将血压拉下来，如果我们的饮食习惯却在另一头拼命把血压往上拽，那结果可想而知，血压难以控制，身体还要遭罪。换句话说，光靠药物还不够，还需要配合良好的生活方式。如果一边规规矩矩吃药，另一边却饮食毫无忌口，药效就会大打折扣。事实上，有几种常见食物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相当不友好，它们不是直接升高血压，就是削弱降压药疗效，长期下来甚至让您的血压越吃越高。下面我们来看看长期吃降压药的人应尽量远离的4种饮食陷阱。1. 牛奶及乳制品。牛奶营养丰富，是很好的食品，但服药时最好别碰它。前文我们提到刘大爷用牛奶送服降压药险些晕倒，就是一个典型教训。牛奶会干扰某些降压药的吸收，降低药效，从而让血压控制变差，甚至出现波动。牛奶中的钙、镁等矿物质离子容易和一些药物分子结合，生成不易被肠胃吸收的复合物。简而言之，药片在牛奶里一抛，好像被锁住了一样，无法顺利释放药效。尤其像硝苯地平、
维拉帕米这类钙离子阻滞剂降压药本身就是与钙离子作用的机制，如果服药时同时喝牛奶，牛奶里的钙可能严重干扰药物发挥作用。除了影响吸收，牛奶还可能与药物成分直接发生化学反应。例如，牛奶中的蛋白质和某些药物结合，会形成不溶于水的物质，沉淀在胃肠中，让身体既吸收不到药，也无法吸收到牛奶的营养。这种情况下，药等于白吃了，血压自然降不下来。而更麻烦的是，不溶的复合物有时可能引起肠胃不适，因此医生建议服用降压药时应避免以牛奶送服，最安全的送服液体永远是白开水。如果您既想喝牛奶又需要吃药，两者至少错开1小时以上，避免正面冲突。值得一提的是，含钙丰富的乳制品如奶酪、优酪乳，甚至强化高钙的豆奶，也都应该采取同样的原则，服药时间和摄入乳制品时间分开。只要注意这点，并不是说高血压患者就不能喝牛奶了，而是要避开服药那个时段。毕竟牛奶有益健康，在2餐之间喝对补钙很有帮助，只是在吃降压药前后千万别碰它。2. 酒精饮料、各类酒小酌怡情，对高血压患者来说也是个危险的误区。有人觉得偶尔喝点酒没关系，但其实哪怕少量酒精都可能对血压产生不良影响。首先，酒精会让血管扩张，心跳加快，短时间内血压波动剧烈。对于正在服用降压药的人，酒精带来的血管扩张叠加药物作用，可能令血压降得过低，引起头晕甚至昏厥。而当酒精代谢掉后，血管又收缩回来，血压可能反弹升高。这种忽高忽低的波动对心血管极其不利，严重时会诱发中风或心梗。其次，长期喝酒本身就是导致高血压难以控制的原因之一。酒精会损害血管壁和肝肾功能，引起交感神经兴奋，让血压基础值越来越高。所以有的病人一边吃降压药，一边天天喝2杯啤酒，结果血压还是降不下来，甚至比没吃药时更高，因为酒精在拖后腿，特别是在服药当天饮酒，危险更大。不仅是白酒、红酒，哪怕药酒、含酒精的果汁等都要避免。曾有患者服用扩张血管的降压药后，还喝了点白酒，结果血管过度扩张导致低血压休克，差点送命。可见服药期间一滴酒都不该沾，这不仅是为了更好的降压，也是为了保护心脏和肝肾不受酒精侵害。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最理想的做法就是戒酒。如果真的无法避免饮酒，也务必要遵守医嘱，控制在极少量，且不要和服药时间重叠。一般建议饮酒与服药至少间隔24小时以上，并且尽量选择低酒精度的饮品。但从健康角度讲，高血压患者不喝酒是最安全的。毕竟相比那一时的畅快，更重要的是长久稳定的血压和健康的心血管。3. 浓茶与咖啡等含咖啡因饮料，许多人喜欢早晨来杯咖啡提神，或饭后喝杯浓茶解腻。然而，咖啡因对血压的影响不可小觑。咖啡、浓茶、可乐、能量饮料等都含有咖啡因，这种物质会刺激交感神经，使心跳加快，血管收缩，从而暂时提高血压。健康人喝杯咖啡可能只是精神抖擞，但对高血压患者而言，咖啡因的刺激可能让本来正在下降的血压又窜上去。研究显示，每天摄入过多咖啡因的人，血压控制往往较差。除了直接升高血压，咖啡因还可能削弱降压药的疗效。一方面，心率加快，血管收缩会抵消降压药，放松血管，减慢心率的作用。另一方面，茶叶中的鞣酸等成分可能与药物在胃里结合，影响吸收。因此，用茶、咖啡送服药物也是大忌。有些人图方便，用早餐的咖啡把药丸吞下去，殊不知咖啡因和药物在胃中打架，结果药效大减。另外，浓茶中的茶多酚可能促进利尿，加速药物从肾脏排出，也让降压药作用时间缩短。简而言之，服药期间大量喝含咖啡因的饮料，等于给降压药设置障碍，难怪血压降不稳定。高血压患者并非完全不能喝茶或咖啡，关键在于适量和不过度。
如果实在喜欢喝，建议选择清淡的茶或低因咖啡，每天1-2杯为限，且不要在临近服药的时间饮用。下午和晚上最好避免咖啡因，以免影响睡眠。睡眠不足也会让血压升高。至于那些标榜提神醒脑的功能性饮料，往往含有极高咖啡因，更应敬而远之。总而言之，掌控咖啡因的摄入是高血压人群稳压的重要一环。如果发现自己每次喝了浓茶或咖啡，血压就蹭蹭往上冒，那就要格外当心，果断少喝或不喝，别让一时的口腹之欲坏了长久的降压大计。4. 高盐食物控盐几乎是所有高血压患者都耳熟能详的建议。摄入过多的盐，主要指钠盐，是导致血压升高的元凶之一。研究表明，一个人每天多摄入5克盐，收缩压就可能升高约3到5毫米汞柱。不少高血压患者终身需要吃药，其实并非药物没效，而是饮食中盐分过高抵消了药效，导致血压居高不下。为什么盐会让血压升高呢？道理其实很简单，钠离子会令人体水分滞留，吃咸了之后，血液中的水分增加，就好比给血管里灌进更多液体，血压当然上去。同时，高盐会让血管壁的平滑肌对升压激素更加敏感，血管变得更狭窄、更僵硬，进一步推高血压。长期高盐饮食的人，动脉硬化往往更早、更严重，血压也更难被控制稳定。常见的高盐食物包括各种腌制食品、咸菜、酱菜、酱豆腐、腌肉、咸鱼、加工肉类、香肠、培根、肉松等，以及许多方便食品和零食、泡面的调料包、薯片、咸味饼干，甚至一些看似清淡的中式小菜如豆腐乳、腐乳、酱瓜，其含盐量都非常惊人。一小块豆腐乳可能就含有3-4克盐。如果每天餐餐都有这类咸菜下饭，钠摄入量会远远超标。哪怕您按时吃降压药，血压也很难降下来，甚至还会因为盐负荷过重而上升。因此，高血压患者应该对咸味格外敏感，尽量少吃咸的食物，做菜时少放盐和含钠调料、酱油、味噌、鸡精等，能减少就减少。外出就餐也要注意，很多餐馆菜肴含盐量惊人，可以主动提出少盐要求。长期服药的人千万不要觉得反正有药控制，想吃多咸都没关系，这种想法非常危险，因为药物再有效，也抵不过你天天大量吃盐来得强烈。降压药不是护身符，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治本之道。减盐后，很多患者发现血压稳定了，用药剂量也有望减少，可谓一举多得。最后提醒，隐形盐也要当心，我们日常摄入的钠有很大一部分并非直接来自食盐，而是存在于各种加工食品中，比如酱料、零食、面包点心、罐头、腌制品、速冻食品等，都可能含有大量隐藏的钠。购买食品时，养成查看营养标签的习惯，选择低钠或无钠产品。只有全面控盐，才能让降压药发挥最佳效果，让血压稳稳降下来。除了上面提到的身体警讯和饮食禁忌，长期服用降压药还有几点常见误区需要避免。第一，不可随意加大剂量。有些患者看到自己血压一时降不下来，就心急的多吃一片药，认为这样降压更快。殊不知，擅自增加剂量非常危险。降压药剂量过大，可能让血压在短时间内骤降，轻则头晕乏力，重则诱发心肌梗塞或脑中风。血压需要平稳下降，而非猛跌。正确的做法是按照医嘱剂量服用。如果血压控制不理想，回诊时请医生调整方案，千万不要自己临时加量。第二，不可随意更换药物。不少人服药一段时间后，发现血压控制稳定，身体也没什么不适，就擅自停药或换药，想试试能不能不吃。还有人听说某种新药效果好，就自己买来换上。这些做法都隐藏巨大风险。要知道，血压稳定往往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突然停药，血压很可能反弹升高，而且反弹后通常比原来更高。医学上称之为反跳性高血压。很多人误以为这是药物有了依赖性，其实并非药物让人上瘾，而是高血压这个病本身需要长期控制。一旦停药，血压回到未治疗时的水平甚至更高，就说明不是药物黏着你，
而是你的病离不开药，特别是像贝塔受体阻滞剂、洛尔类这种药，停药方式不对，甚至会引发心绞痛甚至心梗。至于自行换药，由于不同降压药机理不同，贸然更换可能导致血压剧烈波动、脏器不适。正确做法是，任何停药或换药的决定都必须在医生评估后进行。有些患者透过长期生活习惯改善，血压保持正常，医生会指导逐步减药甚至停药，但这需要专业评估和过程监测，切勿自行做主。第三，用药时间要规律合理。高血压患者中有不少属于日间型血压，即白天血压高，夜晚血压低。对这类人而言，一般建议早上7点前就服用降压药，以覆盖白天高压时段。如果等到白天血压已经上升再吃药，就有点亡羊补牢的意味，上午的高峰期可能压不住。不过，少数夜间型血压患者，夜里血压不降反升，则可以在傍晚服药。这些细节最好遵循医嘱安排。更重要的是，每天吃药要准时，不要今天想起来吃，明天忘了吃，或者隔三差五擅自停几天。药物在体内需要维持稳定的浓度，间断服药会令血压忽高忽低，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更大伤害。养成固定时间吃药的习惯，可以设定闹钟提醒，才能确保降压药发挥最佳效果。第四，养成定时监测血压的习惯，建议家中备一台血压计，每天固定时间测量并记录血压，这样无论降压效果如何，身体有无异常反应，都能早发现早处理。有些人平时不测血压，等感觉不对劲再测，往往为时已晚。定期记录数据可以协助医生评估治疗方案是否有效，或何时需要调整。同时，自我监测能让您对自身血压的日夜波动有所了解，更加有的放矢地配合用药和生活调养。总之，自我监测是高血压管理的重要一环，千万不要忽视。很多高血压患者都听过一句话，降压药一吃就要吃一辈子，这其实是个误解。正确的说法是，高血压本身往往伴随终身，需要长期控制，而降压药作为控制血压的利器，当然也就可能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用。然而，如果能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比如减重、运动、低盐饮食、减压放松等，使血压恢复正常，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是可以减药甚至停药的。关键在于区分正确停药和错误停药。盲目自行停药是拿健康冒险，而在医生建议下因为身体条件允许而停药则是另一回事。值得一提的是，大约有 5% 左右的高血压属于继发性高血压，由其他疾病导致。如果这些根本病因被消除，比如治好了肾动脉狭窄或肾上腺肿瘤，那么血压可能恢复正常，也就无需再继续服用降压药。我们前面讨论的3种危急状况下停药就属于被动停药，是为了救命，不属于随意停药的范畴。对于长期吃降压药的人来说，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药物与生活双管齐下，一方面按时服药，稳定控制血压，另一方面改善饮食和生活习惯，减少让血压上升的因素。研究显示，规律的有氧运动可以使收缩压下降约5到8毫米汞柱，效果几乎相当于一种降压药。可见坚持运动，如每天快走30分钟，对稳定血压有多重要。当我们把身体状况维持得越来越好，例如体重下降，心肺功能增强，也许有一天真的能在医生认可下减少药量，甚至不再需要靠药物降压。但在那之前，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坚持运动，按时服药，密切观察。总而言之，高血压的控制需要我们全方位的细心管理。本文介绍的3种停药警讯和4种忌口食物，希望能引起您的重视。千万记住，药物并非万无一失的保护伞，只有当我们学会察觉自身的反应，避开日常生活中的陷阱，才能真正把血压稳稳地握在自己手中，享受长寿而健康的生活。